好，昨天7·7事变88周年，哦，那以前读课本都有嘛，这7·7事变啊，日本人假借说一个士兵不见了啦，哈，然后就开始啦，砰啊，然后就开始打了。事实上之前日本人就去了嘛，哦，只是呢，当时呢，蒋介石就忍耐嘛，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嘛，就不想打，知道打得很惨啦，打下来真的很惨哦。那时候我们的武器啊什么也不如日本嘛，哈，但是呢，还是打了，没有办法了，忍无可忍了哈。然后呢，所以大陆现在就高调庆祝7·7事变，为什么他要抢这个话语权？而且老共一直讲说，对日抗战是他们打的。他怎么会是他打的呢？当然是我们打的嘛。当时有一个资料显示啊，就是说我们国民党在7·7事变抗日8年损失的将领，不要说兵了，几十万几百将官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官我们就死了几百个。哦，所以郝柏村那时候到这个大陆去，也特别讲，我说你们不能就改变历史，改变成这样子啊。老共的时候干嘛在后面打游击啊？国民党就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游击，然后呢，整建农村，把农村都组织起来了。哦，所以抗战打完了没几年，我跟日本打了8年，哦，这个辛苦的打赢了。然后呢，老共4年，从民国34年到38年，整个大陆就拿去了。哦，他说后面啊搞啊整的哈，那他现在要抢话语权嘛。哦，而且要讲说，因为打赢日本，所以呢，这个马关条约废了，所以台湾在归还了啊。所以呢，他要高调庆祝纪念7·7事变。那他高调就是我们也应该纪念了，我们也该讲是我们打下来的啊。哦，我们赖清德一句话都没讲，一句都没有讲。哦，所以呢，徐小新说呢，民进党大啖国军自助餐，说要给国军啊，什么要什么怎么升等商务舱啦，哦，餐厅9月2号到9月3、9月4号应该打折啦，等等之类的。一句话都不讲，静悄悄的。哦，什么八田雨衣啊，什么哦，这个大肆庆祝，哇，这个对台湾有多少贡献？哦，然后呢，7·7事变不讲话，哦，好像失忆。媒体说啊，这失忆了，这事都没有了。哦，那另外呢，所以呢，从沉默到失语，切割历史，哦，是一个史盲啦，就是对历史来讲，好不在意哈。那朱立伦说，他的这个。中华民国历史被赖清德扭曲哦，所以他的团结思想变成这个乱台十讲哦。那第5讲到底要怎样？因为现在大家等他第5讲啊，哦，现在第5讲也没讲啊，还没讲，所以因为当天哦，他这样好了，他有10讲已经其实都排出来了啊，都排出来1、2、3、4啊，什么台国家啦、团结宪政啦等等。那原来第4讲是讲外交的。结果临时改变，不讲外交，讲国防，哦，那外交本来大家认为是他可以到高雄去讲，因为狮子会现在办一个高雄大活动，而且预告了赖清德要演讲，哦，结果呢，那是6点，那他已经慢慢缩小了。我看他表定哦，只讲30分钟，哦，讲3分钟，所以已经讲比较短。结果呢，他说因为台风所以不讲了。那我本来以为说。因为狮子会就是会员呢，会长去大张旗鼓邀请大家来听赖清德演讲，哦，我本来以为说狮子会因为担心台风会影响狮子会会员的安全，所以挺这合理嘛，就人家照办，狮子会没有停他的这个演讲会，就潘孟安去了，赖清德没去，说要救灾，哦，关切灾情，狮子会还是办了，而且那个标题还写着赖清德要演讲，那个还在啊，哦，赖清德没去，所以到底为什么不去？哦，是因为前4讲被人家骂了，连那个曹先生都说他离题了，哦，叫他讲帮我们这个助讲的这个造势的什么没讲都有纰漏呢，所以第5讲总统府说再等等，所以到底讲不讲现在不知道。哦，我认为以赖清德个性会讲的，哦，我就算缩小一点也讲嘛，你不讲太难看了，但是他也讲啊，说我也没讲说726以前全部要讲完啊，我也可以726以后讲啊，看看就罢免的情况，不知道，现在真的不知道。总统府说呢。现在是这个风灾善后公务优先，所以呢10讲暂停啦，先不讲了。那吕秀莲就说呢，你们不要躲在抗共背后盲目护航。哦，现在呢，他当然不好意思讲，他说年轻一代民进党公子偶尔犯毛病是什么呢？他说呢，就国民党以前犯的毛病，就以前都讲哦，这个反共当自由部，那民进党现在拿反共当自由部了。
哦，不对的地方不要躲在抗共的背后，哦，保台是需要的，但是抗中就能够保台吗？我也常讲，抗中怎么保台啊？你抗他就保得台，这两个这根本和平才能保台，抗中是不能保台的哦。只是没想到吕秀莲把它讲出来了，躲在抗中后面，抗中就能保台吗？看一下。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10奖是不奖了吗？因为中台丹纳斯角局，总统取消第5奖，优先投入台风准备和灾后复原工作。但先前因为前面4奖提供在野党弹药攻击，绿营内部也不少维持。现在台风走了，蓝白民代都狂敲碗，总统何时还要继续第5奖？福丰对此也回应，后续演讲安排最近会仍以关注救灾和相关公务为首要优先。受邀演讲后续若有确定安排，将会在合适的时机来对外公布。蓝军，这10奖会不会讲完？我想赖总统在本来原本的10奖规划里面这里面包含谈论宪政、国防、外交等等的这些议题，当然会继续讲下去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第5奖当时是遇到这个风灾的状况那虽然刚刚主持人有讲说这个狮子会的活动是持续进行但是就面临到一个问题是，如果到时候总统当时有去狮子会来进行这个团结10奖的话，那到时候恐怕又会引来这个在野党的批评，说现在风灾，那你还在讲这个团结10奖，所以当时总统才有这样子的决定说，那后来总统就不去，他就坐镇这个指挥中心来面对整个风灾的规划。因为现在我们看起来，整个台风现在台湾的这个农损也已经高达10.5亿了哈。那所以我想，总统在风灾之前来总统府坐镇，然后持续的来关心整个风灾，然后协助救灾，这当然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再来就是大家一直在讲说，抗中是能保台嘛？但我要讲说呢，如果你要保台，就一定得抗中，因为你要保护台湾的前提，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面临中国的这些文攻武吓，我想这也不是1-2天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说，中国对台湾的敌意是仍然持续存在的，所以包含不管是在立法院里面的各种跟国家安全相关的法案，还有相关的预算，那也希望说不分朝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保台的前提之下，大家能够呢这个求同存异那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在野党在很多的这些议题上面我认为有些真的是反过头为反而反那也造成说大家会质疑说，那在野党到底对于保台这件事情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是有没有反共，或者是在国家安全上面的这些提升，它实际上的立场跟具体的作为到底是什么？那我想在这些提升自我的防御能力上面，应该是要跟政府不分党派，大家都应该要站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问我的话，我的立场很清楚，反共反台独都反共也是要反的，我们反对台独也是害台湾要反的，就这么简单，反共反台独。来，永平。赖清德他这个第5奖如果他原先有继续讲呢，我想他可能会稍微处理一下，希望啦这个7·7事变或者是这个抗战的问题，因为很显然的，中国大陆确实会利用这个7·7事变呢中日战争做很大的话语权的竞争。可是第一个他没有讲，所以我们也不晓得他原来怎么预备。那他原来的题目呢，第5奖是要讲台湾的外交政策跟台美关系。可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说，台美关系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花了蛮长的时间在讨论关税的事情。那是不是就在他可以用台风来做借口的那一天，其实他得到了一些关税的消息？那他自己觉得这个关税的消息可能没有办法让民众这个很振奋或者是对他的大罢免有利，所以他也避谈呢因为他在这种节骨眼，他如果去谈台湾外交政策跟台美关系，特别是台美关系他的诠释之后，他如果要讲说台美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如何如何，那你的证据是什么？那到时候你这个关税的问题，你总是丑媳妇总有一天要见公婆不管在大罢免前还是大罢免后那你今天讲的任何说法，一定到后来都会像
这个回力镖一样，一定还会回到他的身上。所以赖清德现在不仅是第5讲以及以后的几讲，是不是会一直讲下去？更重要的是，他这种很敏感关键的问题，他会不会修改内容？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现在真正的他的考验。我们现在真的很担心赖总统不讲了。其实，在上周6的时候呢，原本大家都是引颈期待，想要听听看赖总统到底还要讲什么。但是呢，突然就宣布说，因为台风可能要来，所以呢就宣布不讲了。可是后来又听到说，这个其实是潘孟安秘书长代为出席那一场的活动，其实还有进行。可是我们更加不解的是，这个团结实讲明明就是赖总统府方自己所主导的，可是在他们的新闻稿上头，或者是发言人出来说，竟然又说是受到邀请才去讲。那么明明是费尽心思去安排好的一些布局，为什么现在又要急着来撇清呢？第二个是，我们也想要问问看赖总统，现在如果说碰到了所谓的这个天灾人祸，然后呢，现在因为有很多天灾，所以担心说这个效果不好，所以不继续讲，又或者是说前面的4讲因为出了太多包，所以现在要重新来整理讲稿，不敢讲。不管如何，现在此时此刻不就是全台湾人更应该团结的时候吗？面对关税的压力，到底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到底未来有可能让利到哪些程度，是不是也应该让所有的国民们有一个相对的方向？过去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说，在这些重要的条约签订之前，都要做好社会沟通，甚至呢也要把一些相关内容来让国会充分的周知。可是呢，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一片空白。刚刚亮君议员有提到了，应该要给政府更多的空间。我们要问的是，过去给的空间还不够吗？给了这么多的空间，结果政府在干嘛？在搞大罢免。所以这个就是真相。休息一下再回来。这个现在呢，这个绿营现在大罢免呢，已经到了这个非常热了哈。那很多车站啊、路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宣传字在我前面，说有5个人被锁定，叫做狙杀名单。哦，花莲傅崐萁不得了了，民进党秘书长都跑进去作证哈。然后呢，台北就是徐巧芯、王鸿薇，新北就叶元之，台中罗廷伟，说这5个叫做狙杀名单。为什么说狙杀名单呢？就说仇恨值高哦，哇，这个把他们干下来哦。但是民进党说啊，没有了，毫无所系了，空穴来风了哈。民进党发言人说不，没有了哈，没有是这样的哈。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哦，这5个的确哦被列为这个狙杀的重点啊。那另外呢，王鸿薇啊说呢，要守住我吧哦，否则呢，这个如果能守住我，就是否定了这5人狙杀名单，否定赖清德啊。那国民党现在有个新的 CF 出来，就是打麻将啊，意思是打输了就翻桌嘛，就是这样啊，怕输的 bender 了哈，输打赢要了哈，输哦就打你，赢就是都是我的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有这个许国泰哦现身桃园，因为他们许信良当时就是桃园嘛，桃园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为了女许婷造势站台助讲哦。他说呢，这个2028一定要拉下民进党，不能让他再这样，我们忍无可忍了，怎么可以这样去？小牛表现还不错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林濁水哦说要回归理性了啊，不应该呢这个不情绪性了哈。那另外呢，台中的这个所谓中办啊，前立委庄敬诚突然辞掉中办的执行长，说我要下来。这个替大罢免加柴火，要罢免中部的这些立委啊。那另外呢，说大罢免现在比较冷却了，原来是很热啊，现在开始比较冷却。说呢保底哦，至少要干掉4席哦。那说呢，民进党现在拼55波的选区，有地方说哦蓝绿这个55波的选区要拼啊。那到底是5席还是4席啊？但是也有人说一定要罢掉10席才可以，因为罢完还要选啊，不是罢完就是你啦。还在选，你是不是就一定会赢？也不一定了哈，反正大家都在拼哦。然后呢，这个他们那个罢免团体也绕境哦，是要什么香灯脚要绕境哦等等哈。那这个19号晚上哦，就是选前的黄金周嘛。20号晚上，其实各地也这个反罢团体也在办活动，罢免团体也在办活动了哈。那我是这个礼拜6下午要下台中哦，战斗蓝下台中哦，在这个乐业路30号哦，就是帝国糖厂哦，
帝国糖厂的对面有一个空地要办活动那韩国也会去，馆长也会去，黄国昌也会去这个郑丽也会去，小董也会去，当然还有他们台中地方的这个委员去反正就拼场。那旁边就是罢免团体也在那边办活动，在一个宫也在办活动我们反罢也在办活动，大家拼场看到底会怎样我们看一下。民进党传出锁定5人在狙杀名单内，从花莲傅崑萁、台北徐小新、王宏威、新北叶元之到台中罗廷伟，分析是最多民怨，最有机会。他认为我们的监督力道比较强，把我这边当成了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对我们来说就是大家就是严阵以待。看来王宏威不感意外，至于针对五五坡区域传出绿营分析有新北廖先祥、桃园牛许婷、云林丁学中，但民进党公职不会凸显自己，会在监护选区中雪中送炭。反恶霸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投票率，因此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就是深入我们的每一个大街小巷。朱小姐等到19日护国大绕境结束，绿营很快就会展开新一波攻势，将举办大型的造势活动，要催出罢免最大力量。说真的这个现在什么足迹什么5人阻杀名单啦，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都是看得出来现在罢免团体到第3阶段实在是有点没戏唱了。因为呢，我觉得民进党他们当时一个大的战略被赖清德一个人搞垮了。因为他们本来是想说，第1阶段、第2阶段呢，民进党先假装躲起来骗大家说这个是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公民团体自发性的。但是呢，第3阶段他站出来呢，就要有党主席这个赖清德总统之尊直接在最后阶段呢下达这个动员令添油柴火，就没有想到呢，他讲的错误呢变成光帮他澄清洗地都来不及了，没有办法集中攻击，他们现在就把大的战役呢变成是小规模的战术，就一下挑这5个人。明天大家相不相信？过2天又有一个说哪3个是网络负面声量最高的然后后天呢又来说又有几个怎么样？他其实现在就是分批的想要打击这些支持者对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在玩弄一个角色，就是说如果要支持这些人，要投出反对罢免的不同意票的人呢，如果觉得说他们很可能真的会被罢免，也许他想要让这些人不要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这边讲啦，我说罢免这个制度没有人这样子玩了，这真的会伤害国家的颜面。然后你说虽然西方媒体没什么报道，但我跟各位保证，政治学者在评论罢免权的使用的时候，全世界有很多国家有罢免权，但是有罢免中央国会议员的不多。但我们台湾就是美国没有了，对，美国跟日本都没有。那这个制度不是不行啊，它也是公民的权利。我们讲到这边都没错，但是就是有可恶的政党把它拿来当做政治攻击的武器，那这样就不对了。你不能滥用人民的权利来当做政治攻击的武器啊。那这样子，你前面的选举算什么？而且你会让台湾变成是万劫不复嘛，每年都玩这一套啊。因为你有1、2个说他真的不称职，把他罢免掉，这是可以的。但你这种无差别要罢免将近30个，有这样事吗？来，永明兄，你美国专家、日本专家，全世界有罢免制度的25个国家，有100多个国家有选举制度了各式的选举，25个国家有罢免制度，英文叫 recall。对于国会议员有罢免的只有英国跟台湾。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因为英国是内阁制。对。他是议会主权，他罢议员罢国会议员等于罢部长一样的意思。他国会议员能够罢免有三个前提要件：第一个，你犯刑事犯；第二个，你财产登报的严重错误；第三个，你被国会这个委员会处罚，才可以启动你的选区的选民才可以去启动罢免你。所以这是针对个人的，而且要有很多的要件的。为什么美国、日本不可以？这个不同意国会议员、中央民意代表去被罢免，那本来就代表不同政党嘛。不同政党你在政策上意见不同，你在预算上意见不同，你在法案上意见不同，当然会有所不同了。你这个不同就代表着不同的人民他的主张之间的差异啊。如果因为这个去罢免，那你还玩什么制度？这是剥夺权利，这是剥夺职务。所以台湾
从头开始那个罢免法的那个制度就是一个大的问题，现在就果然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恶果。西方媒体很少去报道这个东西啊，为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跟大人们讲，哇，国会议员可以集体这样罢免，不是因为他杀了人，不是因为他霸凌日本的这个兵库县，好神户那个地方的兵库县的知事，在去年被议会集体投票罢免，他们是这个制度，结果呢，他马上回来重选，人民支持他，他又回来当选，他为什么被罢免？他霸凌员工，2个人自杀，变成日本那一阵子3、4个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议会就说把你罢免掉，而且他极度的抗拒，非常的这个霸道，结果被罢免了之后呢，人民喜欢他的政策，又回来。台湾这边呢，很不合理的集体的罢免，还不可以再回来选，4年都不可以，连28年都不能回来选。那这个政治，你在这个职务上的政治生命就断掉了。而且罢他的人都不是投票给他的，我才不相信罢他是投票给他的。原先不喜欢他的。对啊，那是莫名其妙嘛。你原来投我的罢我，像美国那个 PAC 有没有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政治行动委员会，我支持你这个人，因为你主张环保，所以我捐钱给你，让你去当选以后要支持环保。如果你叛变了，我这个 PAC 公开谴责你，这可以的，因为我当时支持你，你根本没有投他，你凭什么罢免他？这个真的是这个制度莫名其妙。但是我讲实话呢，国民党也是嘛，很烂的。2个烂事情，那个时候立法院不是要修选罢法吗？预备说罢掉的要比当选的要多1票，没有多1票没关系，同票也可以，合理啊。你罢我当选需要10万，为什么罢免只要7万就可以罢掉我呢？国民党后来不敢，这个事就算了。当时就通过又怎样？立刻就可以这个施行又这样？国民党就不敢，又博得一个表面上的名声，博个名声。现在好惨了，现在而且国民党当时以为我只要冷处理，我只要冷掉，就不会通过1阶，不会通过2阶，通通给你通过2阶了，什么不会通过，对不对？还有一点，你们本来不是说一个人要发1万块吗？怎么临时又不敢发了？说要看关税，关税跟你们发1万块有什么关系啊？莫名其妙嘛，国民党该做的事都不做。然后呢？所以选民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民进党是很烂没错的，那你国民党好在什么地方？该做的事为什么不敢做？该做就做嘛，要辩论来辩论啊！我会辩输你吗？休息下再回来。好吧，丰原一家5口，也没有留遗书，2女儿还有一个先生做军人，现役军人。那法医是说说有没有可能加工，就是明明人家把他害死了，把他故意故布疑阵，布置成好像自己这个寻短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先给他吃安眠药，把他搞昏迷啊等等那但是问题是。现在已经问了11个证人，扣了15个手机，要再查金流刷卡的记录检察官在追了但是呢，那个所谓的姓李的团购组就什么金豆啊，大金子买不起啊，买个小金啊，然后用刷卡啦，刷一卡给你3000块佣金啦，钱别人会付啦就换出来是别人买啦然后也给你3000块，过一阵子卡不能刷啦然后银行也把你账户给 close 啦，然后到地下钱庄借钱，借200万。月息8万，1年就96万，借200万，1年要还96万，然后呢又说你什么要签本票的，违约要罚500万，搞上千万，他去找议员，居然还打电话到议员那边威胁他说你这样你要跑啊，你家里有5个你跑得掉吗？等等，什么话？台湾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吗？无法无天然后呢，问题是15万就交保啦，5个人等于1条人命才3万呢。台中地检署还说我们极端重视此案，绝对依法严办。他就讲了，这个诈骗致人于死，这很严重的罪行啊。国民党们那些什么这个伪造文书也没有致人于这个损害于他人或公众啊。李进勇以前也不是也因此就都无罪了吗？都没事吗？那这些人几百个被搜查被传讯然后呢，这个上百个被声押几十个被羁押可以这样干吗？这么严重的事就放了，那个事情就通通抓起来，都关起来。不，
你司法总要有标准，要一致嘛。你这个是大家一比，就这算什么呢？对不对？诈骗，哦，这些都是诈骗啊。那为什么诈骗？你自己看看总统的演讲里面有多少是跟事实不合的？哦，窃钩者什么猪，窃国者侯。你们这些上面诈骗可以骗啊，乱讲。国防预算明明只删掉1%，就说哦，国防预算不得了了，删的冻结那么多啊，都影响国际视听啊等等。国防预算6月5号全部解冻了，你还说还动了什么呢？没有动啊，整个预算也没删掉你多少啊，对不对？增加3000亿啊，哦不得了了，电费也没有了，水费也没有了，卫生纸也没有了，蛋糕也没有了，这不是诈骗吗？这些诈骗集团在看你们这些大官在里面每天讲的哦，这个嘴巴都是泼哦，然后呢讲了很多内容是不实的，可以这样子吗？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上面这搞政治，你要知道，你就不要诈骗别人了，你要老老实实、诚实最好的政策。你那边每天要乱搞一通，然后下面这些诈骗这边横行，然后轻重15万就交保了，可以这样吗？我们看一下。台中丰原一家5口轻生案的最新进度，检调单位呢预计要在今天早上来进行抽血检查，因为家属是不想解剖，外界呢是不断的质疑呢，这王家人的死因是不单纯的。检调单位规划归规划，还是得持续和家属沟通。最主要关键人物美容师张同学，还有李姓团购主，则是一诈欺罪先送办。张同学限制住居，李姓团购主以15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也不排除有其他共犯。遗失的内容跟笔迹就可以知道这个遗失是真的假的，这是没问题。一氧化碳会高达40%左右，如果有吃安眠药，可能会比较低一点，可能就死亡了。也是咱吸氧的200倍嘛，血色素有200倍，所以它25%、30%以内就是死人。你会闻到一个香味啊，因为它是苯。而检调单位成立的专案小组查扣了15部的电子设备，进行鉴定采证，厘清关系人的资金流向、刷卡记录，交叉比对，也发现可能有其他的受害者。同时间，亦清查其他投资人及证人到案协查。调查行动持续不断进行中，本署郑重重申，绝对依法查办，从严肃追之决心。证人陆续到案，王占从信任投资，再发现被骗，还疑似有黑道威胁，真的是只有李姓团购主一人所为进行诈骗吗？还是有其他操控者？5条人命痛在其他家属心，就等检调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老沈，我不太同意你刚才落等一段。这个气愤填膺的话，今天我们有前检察官在做，现在他当了立法委员。我觉得最近1-2件性质上很不同的案子同时发生以后，因为这个民粹大家情绪高涨的关系啊，我觉得对检察官是不尽公平的因为什么？因为像彭夫人的这个轻生的案子，箭头都指向检察官就是说你羁押太久了，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好，那后来倒过来一个相对的对照组，是5个人因为被诈骗轻生了。那现在呢，这个相关人，这个因为他的罪名不是一个罪可以引导到众人轻生，但是可以切断成好几个，比如说行骗啊、伪造文书啦，什么一大堆。但每一个罪都不是很重每一个罪都不是，但是最后总结果是5条命。所以社会觉得说这个很严重，但是在检察官他们专业的水准来看，你觉得严重的，他不仅觉得严重。那我们再回头看，说他现在法医说要补抽血，要开关补抽血，当然开始没有抽血现在不尽周延，所以现在要抽血，我也没有意见但是呢，问题他抽血的目的是要看看。证明这个有没有加工自杀？我觉得到目前的案情其实非常清楚，因为有些人是留下遗书了嘛。今天就算有人加工谋杀、加工自杀，这些加工的人也是那5个人其中的一个，就是为了减轻，也许为了减轻大家一起走，这个有人就舍不得，有人前后次序，就让大家舒服痛快一点。这个。我觉得就算加工他也死了，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重点是什么？如果今天大家追杀检察官的态度，我们当医生的黑道，如果里头火拼凶杀送来我敢开刀吗？
看着他的同僚抱着胸，眼睛瞪着我看，我这个刀都敢开吗？我这个要保证不会死哎。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台北的黑道凶杀都上去林森北路的一个私人诊所，是他们自己非常有关系的，反正开完刀就没事了，连病历都不要留下来哦。所以我觉得一个不幸的事件，像彭夫人发生以后3天内，所有过度情绪的发言，尤其是政治人物，像民众党的人就很气啊。我觉得这些短时间内的情绪发言应该有所节制，那旁人呢不要跟着起哄。老沈，我反对你了，不对，不是这样子。你说这个柯文哲这个案子，对不对？柯文哲喜不喜欢？我知道你不喜欢他，那另外一回事，就不重要嘛，对不对？上次开庭什么时候？1个月以前。你这个月干什么？什么都不做啊，就把他关在那边了。人家没有人权了，没有家人了。而且你既然已经起诉了柯文哲，不是没有起诉嘛？你起诉表示你的证据是够的才起诉嘛？那否则你起诉他干什么？那你起诉了半天还压在那个地方，你到底什么意思呢？连法官开始一审都问了，说你到底我压到什么地方？他压到证人结辩完毕，那就赶快证人结辩嘛。说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名字，在海外什么橘子啊？那橘子如果一辈子海外就关人家一辈子啊？可以这样子吗？那如果没有橘子，你就证据不够，那你怎么起诉的呢？所以不是柯文哲有没有罪，我们当然赞成依法起诉。我对他，你说我对他有什么好感？没有好感，没有啊，没有什么情绪啊。但是你压了快10个月，把一个人活生生压在那边，都快压的拖那个，那你觉得这是合乎人道？这应该这样子吗？我简单回应一下好不好？我跟你讲，我个人的经验啊，让检察官批判一下。我就是在本节目用2个字批判的一个自称为学者专家的知识分子的。你想，你现在不敢讲？不是，我明天还要出庭啊！我明天还要出。至少我跟你讲，我刑事一审、刑事2审我都没输啊。现在民事1审我也没输啊。现在民事明天要开民事2审的程序庭啊，因为对方要告我200万了。我跟你讲，检察官啊，现在妨害家庭、侵犯配偶权也不过20万啊，这个家伙要告我200万啊！那我现在重点在哪里？回应你刚才的话，我当然没有被压了，但是我请问这个案子对我的家人啊、亲人朋友有没有压力？当然也有啊，但是小案子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从我来你的节目里头讲骂他，到我现在民事2庭还没有解决，多久？你猜猜看好了？我知道好几年了。2年了，2年了，你知道吗？我每个案子也都是搞这么久了，1审、2审、3审，又搞了4、5年的。但是你现在压人家，特别是还算是重要的人，对，你总是要快嘛。你既然说这个案子很重要，你快一点，你赶快起诉，赶快侦办嘛。你拖在那边把人家拖死，你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人没有人权啊。你叫他发表一下感想。来，大家都要快了。谢谢大家哈，给我一个机会。我今天早上才去听庭，我想现在大家很多人对于北检在侦办的恶感，并不只是因为彭正生的夫人轻生这件事情。今天早上我们最新的一个状态就是，检察官呢竟然把一个公务员告诉市民或者是金华城这个申请方说，你可以怎么样依法来申请这件事情，他们都认定是有罪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曲解证人的证词，而且1个、2个、3个、4个。现在已经好几个了，所以大家就发现说，检察官有不当的压人取供的情形。第二个，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案件，其实大家都对于这个诈骗的事情非常深恶痛绝。可是我们看到，政府说今年要编73亿的预算来打诈阻诈，还说如果你预算不够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打诈。结果打到这么多人因为诈骗家破人亡，而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保护这些受害人。更进一步的是什么？他们现在不止家破人亡，真的是有人就这样轻生死亡。还有另外最近的一个案件也让大家看到非常害怕，就是那个被家暴的那个老婆，还有她的小姨子当街被这个家暴男给砍杀，然后呢，检察官一样啊，问一问之后请回，所以这样子的标准，然后再对照柯文哲，你把他羁押、1押再押、3押，而且证人根本没有人支持检察官的论点，最后就是司法真的必须要改革。我们在说羁押，其实呢是最严厉的程度的这个人权的侵犯。可是你在没有相对的证据之下，你竟然就对人做了这样子严格的强制处分，这个是完全违背人权，也完全违背宪法。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再请教前检察官。休息一下。
到底说这个五个人的命案出现关键证人，说被这个张女的牵线代购黄金累积100万现在都因为现在真的是在台湾，你房地产也不能买了被打，对不对？然后股市呢有的时候跟赌场一样上上下下。那一般人想说保个本吧，投一个资吧，又被诈骗又被人家什么黄金也诈骗，这个也诈骗，那个也诈骗，所以呢，这个《中国时报》社论说，诈骗逼死一家5口，敲响政府的警钟了政府这保护这些弱势也是你的责任嘛，你不能说这些人都自己去不注意被骗了，谁让你被骗，不能这样讲嘛。另外呢，就是因为不是有人把这个11个什么法官检察官合成照片合出来，另外有人去说什么命长啊什么，结果呢都羁押了，但是现在这些骗子都没关系，所以呢就被黑白级说是司法就面子啊，我检察官法官的面子啊，怎么可以被你放在网上 PO 呢？所以重于人命，5个人命5个人命，不止这个，土城有一个家暴男，因为这个拿到这个他太太有保护令，但是还去骚扰他，所以他们去报案，然后呢开了庭以后呢，就给他给放了，就他火大回家，把他的太太跟小孩子当街都砍死了，然后还流眼泪，流着鳄鱼的眼泪，边逃还边抛网，然后呢很惨然后呢这个他还这个呛说都被我杀了，我的太太跟小孩子都被我杀了，这么可恶而且呢，前一天就买好的刀跟球棒，就是要很细，就是要给他死，然后，而且他落网了，他说我有精神有异常啊，我有卸责啊，这个没有什么真可恶然后呢，现在说他不符合自首的关键原因，因为当时给他就叫他走了，撤回了，就回去把他太太跟小孩子都杀了，所以呢，小姨子的干爸爸也悲愤说，怎么能让这种人交保呢？到底是搞什么？来，前检察官吴宗宪委，到底标准在什么地方？就羁押禁见的标准嘛。其实我最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过往24年的实务第一线经验嘛，就是检察官再加局长，但是我也看不懂这1年多来检方整个的运作的模式那其实羁押，我们其实专业的检察官他在判断是不是要羁押的时候，他就只能去判断几个点：有没有串证的问题，有没有湮灭证据问题，有没有逃亡，或是不是5年以上重罪这个是一般性的羁押要件。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预防性羁押，就是他有没有反复实施自愈。所以我们看要不要羁押，我们只看这几个点，而不是看你可不可恶。可不可恶那个是判刑上面的问题。那当然你要至少要有犯罪嫌疑，然后再去考量有没有羁押的必要性，有那才押。所以我们回到刚刚所说的那个戴姓工程师，他做了那一张图，说真的那张图我真的看不出来他犯罪在哪里，因为一开始北检他是用个资法，但是后来知道那些照片全部都是网络上面已经公开的照片，这个在使用上面是没有违法的问题。它虽然也是属于个人资料，但是它是属于可以利用的个人资料，所以它不会违法。那再来，它有没有涉及恐吓罪？因为我看到最原始的那一张，我看不出来哪里有恐吓。你记得这些人，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后面再被后置，他说命在命长，那个就有问题，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对第一个戴姓工程师申请羁押禁见，而且法院裁准。如果只有我们知道这些资讯的话，我觉得已经完全颠覆我对于刑事诉讼法羁押的理解了。那至于说后面其他的案子一样，我就说你就是把它专业的来看，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案子它是属于诈欺，那诈欺到底要不要押？你还是必须看它有没有串证或湮灭证据。可是诈欺的人最容易串证啊，尤其在情况都不明显的时候，他最容易勾串证。我们不能这样推论，我们必须依据手边有的资料。譬如说，你能抓到，我发现你手机有删除讯息，就像这次有人跟我讲说啊，我去检察官那边应讯，我就不要带手机，就不会有事。我说你不带刚好被羁押，因为你表示你有湮灭证据，或是你有一些删除对话记录。那就是有湮灭证据的这种迹象，那检察官申请羁押就会准。那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下，甚至那个戴姓工程师是找的律师直接去投案，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也没有逃亡的问题，也没有湮灭证据，而且他只做那一张，也没有反复实施，然后这又是轻罪，他现在犯的不恐吓是2年以下。
那个资是5年以下，它是属于相当于轻罪，它不是5年以上重罪。所以到底其他理由是什么？我就说完全颠覆我以前的了解。那我只能说我很希望说。现在的司法真的不能配合政治人物再这样子摇摆啦，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以往我们不可能会在实务上面会遇到的，但今天一件都出来。来我看，台中的丰原一家5口因为去投资买金子，这个李姓主嫌刚刚讲15万元交保，为什么社会愤怒？这一家5口都死了呢？那你就15万元就让他交保了。他们当时是因为买借钱买，后来到被讨债500万过不去了以后，还去议员那边去陈情，还去这个派出所，那个老妈妈有去哦，她有去派出所要报案哦，就后来想算了以后，就一家5口。那因为5个人只有留4个遗书，现在为了慎重起见，还要验看协议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他们是烧炭有没有相关的这些东西可以验出来，有没有治安眠药，就是要慎重。结果李姓主嫌是叫他们投资的，他跟检察官讲什么？他说我都是投资，叫他们投资帮大家赚钱的，我们要骗他们。他们借钱借到那样子，地下钱庄来追债了。你让他离开，大家会生气，叫社会众怒。第二个土城家暴杀妻男，他是因为所以保护令保护不了人。这个 case 证明了保护令保护不了人。他太太就是因为被他家暴，所以受不了申请保护令。结果5月申请，6月25号保护令下来，他才刚离开，因为你就要离开喽，你不能在我家。他7月6号，观众朋友，今天才7月8号，3天前的事情而已，前天而已。他7月6号的时候回家拿东西，又口角。当场叫警察，已经保护令怎么还回来呢？你不可以靠近我。警察把他抓走以后，当天5保撤回，他就跑去买刀买球棒了。所以5保撤回这个事情，跟你给我警察来哪里啊？引起他的杀机。那当然后续那部分网络上讨论很多啦，他怎么开到彰化的深港说我要投案，你沿途都被掌握车号，你在土城的街头直接杀人，你那个没有什么自首什么减刑的要件啊。但是他跟那个问笔录的这个警察讲说，我有精神疾病，我要见记者，什么都是后续他想要脱罪。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一样，为什么他的妹妹的先生就是那个被害者的那个小姨子，他们才刚结婚1年。他说：“为什么他都已经这样了，又家暴那么多年了？你那一天如果没有将他5保撤回的话，他也不会第2天杀我老婆啊。所以大家社会有众怒，就刚刚其实中线讲了很多检察官的实务啦。可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伪造文书的就关了呢，好就直接压了。可是这些会在路上杀人的、会诈骗害死人的人，结果都没压，所以民众会觉得感觉上那个会有落差。像老沈讲的多重标准啊。”来，这个亮君。我觉得这确实在诈欺跟家暴这2个案子，其实最近真的让大家觉得非常遗憾，当然社会上也非常的惶恐哦。那其实刚刚这个中宪委员其实有提到，在过去这整个在检察官在处理羁押上面，他有很多的这些要件，那每个检察官他自己的判断标准，然后跟这些羁押状况都依照整个个案来去做判定。那现在当然我觉得大家最生气的在于说这些人过去就是说尤其刚刚提到的保护令保护不了这一些受到加害的受到家暴的家属，我觉得这是大家最愤怒的。所以我认为，不管是在诈骗案件或者是在家暴案件，这些暴力事件跟诈骗事件上面真的在我们的整个法制上面甚至在整个我们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要着重于前面刚刚讲到说，不管是前面的预防性，尤其刚刚讲到保护令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诈骗其实诈骗之前我自己也有遇过，我觉得真的是很坏啦所以我觉得在修法上面，应该我们还可以在针对诈骗的部分来予以加重，加重5倍，我觉得都不为过。来，永明兄，这里的关键是碰到政治，碰到执政党、司法、羁押，就一件一件的，基本上连委员都说完全违背过去的实践，非执政党，甚至到了滥权，在野党，就是只要你针对的是执政党，针对他，只要针对的是民进党，那倒过来对人民的造成不只是诈骗、轻生，然后呢，整个不断的这些社会事件，所以人民的感受是什么？你碰到政治，司法就低头；你碰到人民执政党、民进党却没有要求司法来保护，你这个对比相差太远。现在台湾的司法形象大为受损，然后呢，执政党到底法院是谁开的这句话，已经受到大家不断的质疑了。孟子以前讲上下交争利，则国恒亡。现在我真的是上下交争骗所以诈骗从上到下这么横行。来，永平，因为大罢免，民进党如何可以成功，就是政治诈术啊。
对不对？少数可以罢掉多数，这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骗术。那你政治上都在骗，你怎么